每岁元征，皆要犒赏诸君。此为我吴越国中常例，武肃王能赏，文穆王能赏，先王亦能赏，故为何不能赏？刘后如今还不是吴越王，故而不当赏。朝廷一日未能册封，刘后便一日不是吴越王，亦不能称孤。大司马，往年皆有赏赐，今岁轮到吴做了刘后，偏偏没了赏赐，只怕军中将校心怀怨怼，凭空生出事端来。刘后多虑，军中法度森严，臣受3代先王恩义，执掌诸军，若有小小干犯军法，臣自诛之。以安刘后，以报先王。明明赏赐些许银券，便能安稳军心，消弭祸乱。大司马又何必非要杀人？刘后不曾领过兵，不晓军中之事，须知营武之中，最重赏罚。凡赏罚必有名目，必有生规。滥赏滥罚，乃是取祸之道。臣方才已经说明白了，这是每年该有的元月赏赐，有名目，亦有成立，怎么变成滥赏滥罚了呢？每年都赏不假，诸军所得，皆是大王所奖。如今刘后还不是吴越王，故而不当赏。若是孤，偏要赏。刘后，须知军中不受乱命。此人还是王庭，是个人，孰不可忍？刘后，大司马说的是实话。袁相公，你如何也这般说？朝廷册封之前，刘后还不是大王，自然行不得大王之上，这是礼。吴越立过东南，善事中原朝廷，守的便是一个礼字。以刘后之名行大王之赏，是为僭越，行不得。大司马思朝元老，自恃功高，不认吴这个大王。袁相公是读书人，当知教君臣之道，乃朝廷纲常所系。莫非在袁相公心中，也不肯认吴这个大王吗？刘后眼中，德昭不敢。大司马并非不尊刘后，他是为了国家省钱。
九郎，臣台州刺史钱弘处参见刘后。赶快起身，赶快起来！谢刘后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你在台州的事儿，我跟王兄都听说了。王兄当日便说，九郎长进了，咱们宗室之内又出了一名臣。是我对不住六哥，从小到大不懂事，惹他生气，让他操心，可却从未想过，一国之政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他一个人肩上，他有多难。行了，别光站着了，坐下说。来，坐。你回来的正好。王都不敬，权臣在庭。我这个刘侯，每日战战兢兢，实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萧墙之祸立地而起。本来按常理，该有的诸军赏赐，这胡令公硬是给按下不让发。袁丞相偏生还说是在为国家省钱。也不知道在他们心中，这省下来的到底是谁家的钱？赏赐。每年元月的赏赐，到现在都没个说法。军中将校，此时不知如何的念叨我这个新任刘侯。父王跟王兄都是大方人，难道到了我这里，就成了吝啬鬼不成？相公和大司马确实是在省钱啊。九郎，这是在说什么糊涂话？七哥，朝廷的册命还没有下来，如今七哥只是留后啊。若是赏了，等到朝廷的册命颁布，七哥正经做了大王，那要不要再赏？如果不赏，军中难免生出怨怼；若是赏了，这就是赏了2次啊，2倍的银券，2倍的支出，这都是国家的钱啊。好啊，这当了几个月的亲民官，如今也口口声声国家黎书了，你倒是真长进了。这也是七哥的钱呀。你是真的把我当成什么道理都不明白的昏王了？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了。拿酒来，我要与九郎把酒夜谈。吴越啊是人家的，金银财帛也是人家的，他要赏啊，就让他赏便是了。不当家，难知柴米贵，父亲何必从中做恶人呢？这要让军校听了去，该怨对到咱家头上了。先王死了，我却还没死呢。容不得毛孩子乱了朝纲。九郎回来了。人家毕竟是亲兄弟，或入相府，或掌军机，总得有个安置吧。儿子私下私存啊，这样对老父亲您不利。赏赐诸军的事情，父亲您不如依了他。他毕竟是留后，是现在吴越的军上，面子总须得过得去啊。你是把九郎长军拿走了你老子手上的兵权？哎呦，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少年郎，父亲自然不会惧他。我怕的是沈城里那些军中将变，九郎君呢？他毕竟做过官军容使，还有萧山大营的主将，所以不过是吃了饭、走走路、消化神的光景，便穿成这样。你才多大年龄，身子骨便被掏空了，可怎么得了？父亲，儿子毕竟也61岁了。年轻真好。从征覆周，萧山夺印，
是个杀过人的毛孩子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刘郎死得太早，否则他还是有机会的。这些老家伙不足虑。